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第20条，票房井喷，打了多少投资方的脸？赵丽颖又赌对了。历来春节档电影都是对演员演技的大考，也是一场演技大赏。没想到今年这个感觉尤为强烈。贾玲是聪明的，热烈滚烫终极预告片里，率先以一个背部肌肉线条鲜明的背影，给观众一种错觉，这是贾玲。从早期的宣传开始，就主打宣传贾玲瘦了100斤，并发布了剧照，引发了广大观众的猎奇心理。而贾玲也充分保持神秘感，不澄清，不露面，随你怎么说。果不其然，电影上映后，贾玲才放出来瘦身成功的照片。虽说营销手段不太体面，但效果却是立竿见影。首映票房3亿，上映2天，票房已突破6亿，预测拿下春节档票房37亿，更是轻轻松松。而电影也确实优秀，有胖女生，但没有洋相百出的肥婆；有小三和婚内出轨的女性，但没有荡妇羞辱和过分的道德批判；有纯纯的单向爱情，但没有女性对男性的崇拜和恋爱脑的所谓感人爱情。贾玲在《热辣滚烫》里最大的蜕变是体型，是全素，更是眼神。从惯性的逃避，眼神飘忽，到放手一搏的坚定，眼睛里像点燃火焰，最后是有了奔头的释然。瘦下来的贾玲同样有力量。如果说你好，李焕英是对母亲的爱和遗憾，那么这次就是对女性的自我人生的找寻。之前还很担心片子搞贾玲新形象饥饿营销，万一片子质量没扛住，那反而适得其反。如今热辣滚烫上映2天，豆瓣评分高达7.9，超7万人评价，足以可见这部电影的质量。历来被誉为烂片导演的韩寒，这一次却凭借《飞驰人生2》绝地翻盘。首映当天更是爆冷夺冠，上映2天，票房5.4亿，豆瓣评分高达8.1分，颇有与热辣滚烫你追我赶的态势。作为喜剧界老牌战将，沈腾依旧稳定发挥，表演更收了，但稳得如定海神针，节奏精准，为人物魅力大加分。几场情绪宣泄的戏，有着返璞归真的感染力。他哭着笑，笑着哭的时候，能自然勾出你心里的甜和苦。韩寒可能是之前被骂这次有进步，这一次没有刻意融太多情怀。前半段，大难不死的张弛端出一幕幕窘迫职业车手沦落到在驾校蹉跎岁月和禀赋，这幽默戏码被沈腾驾轻就熟到几无表演痕迹。刹车不入境，过弯靠翻滚，友谊赛作弊，一幕幕技能退化下的捧腹笑闹，把职业车手的骄傲霍到将近透支，还要安排个天才徒弟，上演洛桑学艺般吊打师傅的滑稽不堪。后半段一下子又把观众拽回到那时候的巴音布鲁克，冲击力、沉浸感都不错，含腾量够位，入股不亏。在动作戏上加入了冰雹、风雪、器材等阻碍，让比赛全程揪心，很燃很热血，充分展示了拉力赛的魅力。实拍和特效结合的完美程度，在2辆车融为一体的镜头中达到最佳呈现。逼真的视觉效果也让观众结实地体验了一把速度与激情，够真实，够刺激。刘德华主演的《红毯先生》颇有点后劲不足的样子，上映首日仅拿下3000多万的票房，猫眼预测更是仅2亿，豆瓣评分仅6.9分，显得惨淡无比。春节档预期最高的电影，没想到票房这么低，也没想到第1天开分倒数。上映前，各种路演宣发准备十足，剧组5G 冲浪，带着刘德华、宁浩一起去董宇辉直播间预售票房，仅3秒就售出60万张票。
就连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资本霸凌影院强制排片事件里，为了迎合观众，红毯先生更是在海报上直接表示，把选择交给观众 ，OK， 想拿下票房冠军的野心十足。然而没想到，上映首日就被现实打得体无完肤。有人归结为影院排片少，基本上一天一场，时间基本上都是上午9点。翻看猫眼电影，排片率仅仅为5.2%，而《热辣滚烫》与《飞驰人生2》排片率却都是20%以上，差距之大可见一斑。也有人归结电影剧情不在线，宁浩用风格鲜明的黑色喜剧举办了一次影迷的狂欢，自嘲不够还要得罪短视频、投资方、获奖者。对于刘德华和宁浩来说，这样的结果无疑是令人沮丧的。电影市场竞争激烈，成功并非唾手可得。希望他们能够从这次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在未来的作品中继续精益求精，为观众呈现更加出色的电影作品。前有热辣滚烫冲劲十足，后有飞驰人生2虎视眈眈，却没想到张艺谋的第20条仍然占得了一席之地，是一匹十足的黑马。首映当天便势如破竹地拿下1.94亿票房，上映2天票房已经超2亿元，猫眼预测票房总计18亿，彻底井喷了。只要后续口碑能打，票房总成绩数字还能往上涨。这一次赵丽颖又赌对了，打了多少资方的脸。电影上映，隐藏的细节也被披露出来，看懂后才感觉到头皮发麻。剧情尺度之大，难以想象它上映的过程受到多少阻力，也就只有张艺谋有这样的能力了。细节之一，韩明的职位转变是一条暗线。当年他对猥亵自己初恋的流氓死死不放，因此被流放到县城。如今他能回来挂职，是因为他办好了张桂生的案子。怎么办好的呢？张桂生见义勇为，失手把流氓的颅骨砸碎了。他用视频切片几秒地指出，哪一秒是见义勇为，哪一秒是互殴，哪一秒是伤害。这段视频荒谬的地方就在于，他一共就那几秒钟，而人是非理性的，电光火石之间，谁能判断清楚哪一秒是互殴，哪一秒是正当防卫？这完全就是一个理性人陷阱。但更黑色幽默的在于，韩明还真就把一次次上访的张桂生按住了，借此给检察院省去了大麻烦，得到了表扬。而表扬韩明的王检，显然是一个求稳的领导。稳定的背后是多少人的人生？细节之二，韩明人生观的转变。年轻时那个血气方刚的韩明，却变成了一个畏畏缩缩的中年油腻男。在单位对上司点头哈腰开车门，在家对老婆做小人状，工作时面对当事人和和善善尽说好话，面对不公也假装没看见，只求自己安稳转正。虽然这条线是暗线，全靠雷佳音表演，电影从未含沙射影，但估计不少人已经汗流浃背了。细节之三，电影3个案件均在映射如今热度居高不下的校园霸凌、见义勇为与正当防卫的界定。让韩明得以调任回来的张桂生案件，见义勇为却被致死含冤。然而，韩明的儿子韩雨辰竟也遭受了同样的委屈。明明是制止校园霸凌，却反被立案，面临拘留。高3学业眼看就要毁之一旦。韩明、李茂娟夫妻忍气吞声，结果儿子还被混混打了。就因为没有证据无法立案，所以这明摆着的委屈，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那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以后路见不平，谁还敢前去相助？最后给自己惹一身骚。这虽然只是一部电影，但在其背后承载的是法律的改革和进步。难怪网友不禁评论，这是张艺谋带着镣铐跳舞的佳作。剧情在线，演员演技也全员炸裂。雷佳音就特别适合这种中年油滑、有点不得志，
但又有点小底线的男人。作为当之无愧的喜剧女王，马丽在喜剧上的天赋令人叹服。李茂娟太鲜活了，承接这个戏70%的笑点，这个家因为有她才变得如此真实。茂娟妈妈眼睛含泪那一段给雨辰擦伤口的一幕，真实的让观众仿佛看见了往昔和母亲相处的日子。超群的爆梗能力和舒适的节奏感，一举一动之间都带着天然的幽默，看似不经意的举动，日常的台词和剧情，却时常能让观众捧腹大笑。我现在才真正理解蓝宇对他的形容：强大的喜剧能力和全方位演技。作为新人，刘耀文的表现也并不突兀，颜值上来说是会在高中3年被塞情书的插班生，不是超市卖的大白菜，是清晨市场第一车刚从地里拔出来的小青菜的新鲜感。赵丽颖在电影里承担几乎所有的痛苦，当她从木门里出现，头发凌乱，嘴角鼻子都是血，锁骨脆弱又纤细，诉说着被侵犯的遭遇。平时光鲜亮丽的女明星和农村听障母亲的形象结合在一起，几乎让观众很难想象，但赵丽颖确实做到了。她对手语的掌握程度，以及每一处微表情的变换，都让人觉得此刻看到的戏剧是真实的。出场时，走路的样子是一种急促的快步，这是一个长期劳作的母亲非常典型的特质。在工地寻找证人的那场戏里，眼看着纤瘦弱小的她快步爬上楼梯，那种行进的力量感，把一个看似柔弱却拥有坚强内心的女性形象很明确地建立起来。张艺妍喜剧很哏的表演方式，从出场每一句话都很幽默，是一个精彩的点缀。当然，预售好的不一定能笑到最后，逆袭剧本每个春节档都有人上演。还挺好奇今年春节档能不能黑马跑出，又会不会出现口碑翻车。总之是一个令人期待的春节档。